哥哥们对她恨之入骨。当女孩从高楼纵身一跃，终结了短暂的19年，再次醒来，竟回到了14岁那年。老天为何要让她再经历一次这炼狱人生？但女孩不知，她的心声此刻正被哥哥们一字不落地听着。深夜，大哥傅廷烨在书房办公，不闻一道女声。浴室的水够深吗？还是玻璃更快点？他惊得捏碎钢笔，那竟是隔壁妹妹傅安然。他破门而入，只见满地狼藉血点，目光死死锁住他那只布满玻璃碎渣和血痕的手。他一把抓住傅安然纤细的手腕，猛地将她甩到身后大床上，声音低沉的骇人：“傅安然，你发什么疯？”看着他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，他强压心头怒火，试图恢复往日的威严。解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床上的人影纹丝不动，心底冷笑不止。解释我为何想死。解释你们10年来的冷漠与嫌恶，解释车祸后你们将害死父母的罪名扣在4岁的我头上，我有多无助恐惧吗？对你们这群凶手有什么可说的？一切都该结束了，手腕的伤口还是太浅，下次必须再深一点。嗡的一声，傅廷烨大脑瞬间空白，车祸、父母、罪孽、撕碎，这些尘封的记忆碎片被他的心声狠狠撕开。父母葬礼上，小小的他穿着黑裙，抱着破秃子玩偶，躲在花圈后，用惊恐茫然的大眼望着他们兄弟4人。大哥傅廷烨强撑着，眼神冰冷疲惫；二哥傅西周满身煞气，视他如障碍。三哥傅景年笑容完美却毫无温度，四哥傅云霄则紧锁房门，将他和整个世界隔绝。是谁先开的口？好像是二哥傅西周，他冷冰冰地吐出扫把星3个字。若非他吵着去游乐园，父母怎会改到遇上失控的卡车？这念头从此成了他们厌弃他的最佳借口。10年，他们视他为空气，视为家族的耻辱，视为一个不该存在的污点。除了优渥的物质，吝啬给予任何温情，任他在这冰冷别墅里如野草般独自凋零。傅廷烨高大的身躯猛地一晃，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他张了张嘴，却哑口无言。解释、质问，他有何资格？望着床上那道小小的身影，他第一次看清了他深不见底的绝望。哐当一声巨响，门被踹开，一道压抑着滔天怒火的低沉质问传来：怎么回事？二哥傅西周鬼魅般立在门口，面无表情，视线扫过一地狼藉，掠过大哥苍白的脸，最终定格在傅安然手腕那几道新鲜血痕和刺眼的红印上。傅廷烨骤然回神，撞上傅西周冰冷的审视目光，喉咙像被堵住般失了声。傅安然蜷缩着一动不动，仿佛与世隔绝，但那冰冷的心声却同时在兄弟2人脑中响起：二哥也来了，动作真快，是怕我死得不彻底，特意来补刀的吗？也好，佣兵出身，手法想必更干净利落。傅西周瞳孔骤缩，这不是幻听。他猛地看向大哥，从那同样震惊和惨白的脸上得到最可怕的确认，这声音是傅安然的。这个认知如惊雷在他心中炸响。补刀，佣兵，他竟这么看他。他死死攥紧拳头，指节咯咯作响，手背青筋凸起，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成冰，只剩下女孩微弱的呼吸和2个男人沉重压抑的心跳声。就在这片死寂中，一阵轻快又浮夸的哼歌声正由远及近，彻底撕碎了这窒息的死寂。开派对呢，这么热闹。三哥傅景年斜倚门框，挂着那招牌式的偶像笑容。可当他扫过房内狼藉和哥哥们铁青的脸色，目光最后落在傅安然毫无生气的侧影上时，完美笑容下的眼底温度骤然褪去。小安然这是怎么了？跟哥哥们闹脾气？傅景年迈着长腿走进来，语气一如既往的亲昵调侃：小孩子家的划破皮多难看，来让三哥瞧瞧。说着他自然的伸手，可在指尖触碰到他皮肤的瞬间，那道厌世心声再次炸响在三兄弟脑海。三哥演技真好，虚伪的阳光下全是毒汁。想看我的手，是怕我藏了刀片还是安眠药？安眠药得多少颗才能死？1瓶还是2瓶？傅景年伸出的手猛地僵在半空，完美的笑容第一次皲裂。虚伪、毒汁、安眠药，这些词在他脑中炸开。他明明没张嘴，这难道是安然的心声？诡异冰冷的心声让房间空气瞬间降至冰点。这时，角落阴影里，一个与黑暗融为一体的身影悄然动了。四哥傅云霄不知何时已站在那，他低头专注地盯着手里的平板。可就在他那句安眠药心声落下时，他按着平板边缘的手指猛然收紧。傅安然蜷在床上，内心一片死寂。四哥也在啊，顶级黑客能查到无痛死法吗？或者去哪能搞到氰化物？果然，跳楼还是最快的吧。啪嗒一声脆响，傅云霄手中的军用级平板竟被他捏出一道裂痕。无痛死法、氰化物、跳楼，这些自杀方案从一个14岁女孩心里说出，冲击力何止100倍。房间里，4个哥哥全都僵立当场。傅廷烨踉跄一步，声音嘶哑破碎的哀求：安然，别离开。傅安然纹丝不动地躺着，心里却困惑不已。别离开，这家里早就没我的位置了，不是吗？又在演什么兄妹情深的戏码？还是想出了折磨我的新花样？他心声里的麻木与困惑，比之前的绝望嘲讽更让人心寒。他已不信他们任何反应，只当是另一种形式的折磨。傅廷烨张了张嘴，想说不是，可10年的漠视与伤害是铁证，让他所有解释都显得苍白又可笑。滚出去！傅安然吐出的字眼冰冷刺骨，像在驱赶一群恶心的苍蝇。全都滚出去！这声音不大，却重重砸在4人心里。可没有一个人挪动脚步，空气里只剩下无声的对抗和死寂。最终还是傅廷烨先动了，他极其艰难的缓缓收回伸向他的手。他没再看他，而是转向3个弟弟，声音沙哑却不容置疑：西周，守住门。安然情况很糟，别让任何人上楼，特别是佣人。景年，联系陈老，让他立刻过来，不管他在哪，用什么办法，我要马上见到他。傅廷烨最后望了眼床上蜷缩的身影，沉重地退了出去。房间里只剩下傅安然一人，他缓缓摊开紧握的右手，掌心躺着一块锋利的3角形玻璃碎片。刚才傅景年伸手时，他下意识就将它藏进了手心，下一次得找个安静的地方，直到夜色深沉如墨。傅安然赤着脚
走向房间里的独立浴室，门栓落锁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。门外靠着冰冷墙壁的傅西周，紧闭的双眼骤然睁开。浴室内，傅安然立在洗手台前，破碎的镜面倒映出他空洞的眼和凌乱的黑发。他没看镜子，只是低头凝视着掌心，那片锋利的三角形玻璃碎片正静静躺着。傅安然伸出左手，指尖轻轻划过碎片最尖锐的棱角，细微刺痛传来，指尖瞬间沁出鲜红血珠，果然很锋利。冰冷心声穿透墙壁，如丧钟般砸在门外4个男人脑海。割下去应该很快，动脉在哪？他缓缓抬起左腕，苍白皮肤下青色血管清晰可见，右手玻璃片精准抵上那根血管，找到了就是这，只要用力划下去，这次不会再有人打扰了。轰隆一声巨响，结实的浴室门被暴力踹开，傅西周如猎豹般冲了进来。楼下，傅廷烨听到巨响猛地弹起，脚步踉跄地朝楼上狂奔。傅安然动作未停，就在玻璃即将滑下的瞬间，一只大手死死攥住他手腕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骨头。他整个人被这股巨力带着后仰，重重撞上冰冷的瓷砖墙壁。他喉间溢出一声痛哼，不是因为手腕，而是后背的撞击。傅西周高大的身影笼罩着他，将他死死钉在墙上，另一只手也精准扣住了他的左腕。他低着头，冰冷视线死死定在他脸上，目光里翻涌着震怒、后怕和一股陌生的风暴。放开！他的声音嘶哑微弱，带着被打断计划的恼怒与疲惫，挣扎却如同蚍蜉撼树。傅西周手指反而收得更紧，他盯着他手腕渗血的伤口和那张麻木到感觉不到痛的脸，一股无名火混着刺骨寒意直冲天灵盖。你想干什么？他声如闷雷，每个字都从齿缝挤出，带着压抑到极致的怒火和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。傅安然沉默不语，但那冰冷心声带着嘲讽与疲惫砸进所有哥哥脑海。想什么？他抬起头，空洞的眼终于聚焦，直直撞上他燃烧的怒眸，那眼底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片死寂冰原和深入骨髓的厌倦。傅廷烨高大的身影堵在破碎的门口，脸色铁青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看着被死死按在墙上满身是刺的妹妹。傅景年站在大哥身后，脸上伪装彻底崩塌，只剩震惊和喘不过气的压抑。他第一次看清他眼底的荒漠，也第一次见到二哥如此失控。傅安然空洞眼底闪过一丝荒诞，他们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变了？为什么突然关心起一个负担？这无声的质问像一把把冰锥狠狠扎进在场每个人的心脏。傅廷烨身躯猛地一晃，扶着门框的指节捏得发白。西周，他声音嘶哑破碎，带着前所未有的痛苦。够了，放开他，你弄疼他了。傅西周胸膛剧烈起伏，锐利的眼死死盯着他，但最终在那声嘶哑的够了中，他箍着他手腕的手极其缓慢僵硬的一点点松开。傅安然顺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在地，大口喘息，身体因撞击和惊惧而微微发抖。傅西周缓缓站直，退后了一步。傅廷烨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制住翻涌的情绪。他跨过满地狼藉，走进狭小的浴室，脱下昂贵的西装，动作僵硬的蹲下身，想将外套披上他颤抖的肩膀。傅安然像受惊的幼兽般猛地一缩，下意识避开他的触碰，将脸死死埋进膝盖，留给他一个抗拒而疏离的背影。柔软的羊绒外套此刻重若千钧。傅廷烨看着那个拒绝一切的身影，心脏仿佛被冰冷的手攥住，巨大的无力与迟来14年的悔恨瞬间将他淹没。门口的傅景年看着大哥僵硬的背影和地上的妹妹，喉咙发紧说不出话。他引以为傲的交际手腕此刻显得无比苍白可笑。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死寂中，楼下管家急切的声音忽然从内线电话传来，刺破了凝固的空气。大少，管家的声音通过内线电话颤抖传来。大少爷，司家家主，司先生来了。这个名字像一颗炸雷。傅廷烨猛地僵住，脸上的惊慌瞬间被冰冷取代。他强行压下所有情绪，立刻恢复傅氏总裁的威严，请他去会客厅，我马上到。他的声音极力平稳，可那丝沙哑却出卖内心的惊涛骇浪。紧接着，傅西周一个箭步冲下楼，他脸上死寂的凝重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完美无瑕的灿烂笑容。他甚至还捡起地上的碎瓷片，随口抱怨：可惜了这套古瓷。然而，他转身时眼底的凝重却根本没有消散。与此同时，傅景年像座铁塔，他依旧死死堵在浴室门口。听到司一涵的名字，他鹰隼般的眼神锐利扫过楼下，随即他站得更直，如一柄出鞘的利刃，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杀气。他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守住这里。而傅云霄最为安静，他迅速切换监控，前厅的画面瞬间弹出。司一涵，那个男人穿着深灰色大衣，身姿挺拔，正负手而立，他的侧脸线条冷峻，带着久居上位的疏离感。4个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，几条加密指令瞬间发出。别墅外的监控探头悄然转动，锁定一切。下一秒，大哥已经整理好表情，大步流星走下楼，整栋别墅瞬间恢复了刻意的正常。会客厅的门被推开，司一涵转过身，那张英俊的脸庞如同雕刻，凤眸却锐利的能穿透人心。他唇角噙着一丝完美的笑意，却没有半分温度。傅总，深夜打扰，大哥在主位坐下，姿态沉稳，不知司董深夜来访，有何指教？三哥立刻笑着打圆场，试图活跃气氛。司哥，你可是稀客，该不会是看上我们哪个项目了吧？谁知司一涵优雅落座，长腿交叠，气场破人。他抬眸，目光精准地看向大哥，指教不敢当，只是听说傅氏城西的项目遇到点麻烦。大哥端着茶杯的手机不可查地收紧，这个项目是内部机密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大哥脸色不变，小问题，不劳司董费心。可司一涵却眉梢微挑，是吗？他话锋一转，语气带着一丝锋芒，商场如战场，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。这话软中带硬，是示好，更是施压。三哥刚想开口，却发现司一涵的视线竟然若有似无地瞟向2楼，那个方向正是傅安然的房间。三哥心头猛地一跳，立刻滔滔不绝地想引开话题。大哥也沉默着，心底警铃大作。司一涵的到访太过巧合，他究竟是知道了什么？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冰冷、麻木、充满绝望的少女声音毫无征兆的，竟直接在司一涵的脑海中炸响。安静，为什么不能安静？好累，真的好累。司一涵端着茶杯的手猛然停在唇边，这声音根本不是来自这个房间。他面上不动声色，完美的维持着倾听的姿态，心底却已掀起滔天巨浪。这声音是谁？傅家？
傅安然，那个传闻中毫无存在感、性格孤僻的小女儿。司意涵瞬间想起，傅家确实有个妹妹，今年才14岁，可傅家兄弟从未在外人面前提过她。难道刚刚脑海里的声音是他的心声？这个认知像一颗巨石砸入心湖，他不动声色地再次抬眸，只见傅廷烨敲击杯壁的频率快了一瞬，傅西周的笑容也明显有些紧绷，再加上楼梯上那个门神般的身影，无数碎片信息在大脑中飞速拼凑。傅家兄弟今晚绝对有鬼。可就在此时，是他，司意涵，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傅安然的心声再次炸响，这一次不再是麻木，而是受惊又受般的恐惧和抗拒。那声音里的颤抖和尖利清晰无比。司意涵的手指猛地蜷缩一下，恐惧，他在恐惧他。为什么？他们甚至从未见过面。一股荒谬感瞬间掠过心头，他面上波澜不惊，可那双鹰隼般的凤眸却死死锁定傅廷烨。就在那心声落下的瞬间，傅廷烨的脸色骤然变得极其难看，他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，眉头死死拧紧，目光更是如刀，猛地射向楼梯，那眼神里护崽般的紧张和敌意，浓烈的几乎化为实质。傅西周也瞬间收声，笑容凝固。司意涵将一切尽收眼底，心中惊雷炸响，果然，他们也听见了。这个结论匪夷所思，可他脸上却纹丝未动。司意涵放下茶杯，身体后仰，如同掌控一切的猎手，声音比刚才更冷，如同冰层下的暗流。看来傅总家里有比项目更值得关注的事。他的目光精准地再次落向2楼楼梯，那眼神仿佛穿透一切，锁定了那个无声尖叫的源头。傅廷烨的心猛地一沉，司意涵，他真的知道了。他强压心绪，声音低沉，带着不容置疑的逐客令：司董说笑，家事而已，不劳费心。张博，送客。司意涵缓缓起身，高大的身影带来无形压迫。他深深看了一眼楼梯方向，目光意味不明。随即，他转身，迈着优雅的步伐离去，直到那辆黑色轿车消失，傅廷烨才猛地转身，目光如箭射向楼上。景年，小然怎么样？傅景年冰冷的声音传来。没动静。傅云霄抱着电脑快步上楼，情绪波动剧烈，但暂时稳定。他顿了一下，补充道：司意涵的车在别墅外停了1分钟才离开。与此同时，黑色轿车后座，司意涵闭着眼，眉心却微微蹙起，那个充满恐惧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反复回响：司意涵，别再靠近我了。每一个字都如同烙印，这绝非幻听。傅家兄弟的反应就是最好的佐证。为什么偏偏是他？为什么能听见一个素未谋面女孩的心声？无数疑问如同藤蔓缠绕心头。司意涵缓缓睁眼，凤眸里只剩冰封般的锐利。傅安然这个名字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第一次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。别墅内，司意涵带来的压迫感依旧未散。傅廷烨望着窗外，心头乌云笼罩。小然为何会恐惧一个陌生人？难道司意涵真的也听到了？这个念头让他不寒而栗。就在这时，傅西周打破沉默：大哥，陈老到了。傅廷烨立刻回身：凌霄，带陈老上去。景年，守好门口。2楼走廊灯光柔和，陈老提着医疗箱轻叩房门：小然，我是陈爷爷，可以进来吗？门内一片寂静，陈老推门而入，只见床上蜷缩着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他温和地在床边坐下。小然，今天受惊吓了吧？让陈爷爷看看。被子下的身影动了动，傅云霄手中的平板立刻弹出提示，情绪逐渐平稳。陈老继续轻声说：我知道你心里像压着乌云，是坏情绪小怪兽在捣乱，不过别担心，他最怕草莓糖。说着，他将一小袋草莓糖放在床头。门外，傅家兄弟静静聆听。傅廷烨双手紧握，傅西周眼眶泛红，而傅云霄的平板上不断跳出情绪波动减弱的提示。陈老起身，看着门外的几人，这孩子需要耐心和陪伴。陈老的话如同一记重锤，多跟他说说话，多给他带点喜欢的东西。傅廷烨猛然转头，声音沙哑却无比坚定：西周，去买小然喜欢的零食和玩具。可傅西周却一脸尴尬：大哥，小然喜欢什么？一句话让所有人陷入死寂，他们竟然不知道妹妹喜欢什么。原来妹妹的病是他们这么多年的忽视积累而成。傅廷烨满是自责，轻叹一声：那就买些女孩子喜欢的吧。傅西周立刻点头，快步离去，背影里满是急切。傅景年冰冷的目光扫向房门：要不要调保镖上来？不用。傅廷烨摇头，死死盯着房门。他现在需要的不是防备，是安全感。我们几个轮流守着。他立刻上前，声音温柔到极致：小然别怕，哥哥们永远都在门口。可就在这时，为什么他们不是应该厌弃他吗？麻木的心声再次刺入每个人的脑海。傅廷烨指尖瞬间发白，几乎要破门而入，可他僵住，他怕刺激到妹妹。他声音发颤：小然，难受就叫一声哥哥，我们一步都不会离开。房间内一片死寂，许久，被子下终于有了动静，一只苍白的手伸向床头柜上的草莓藤。原来有人记得他喜欢草莓味。门外，傅云霄轻声开口，他在看。所有人的心瞬间悬到嗓子眼。只见那只手颤抖着摸到纸袋，袋子上印着可爱的太阳，标着草莓味。这是陈爷爷给的糖。这心声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暖意。可傅西周再也忍不住，轻手轻脚推开门。小然。傅安然缓缓抬头，空洞的眼神泛起错愕。傅西周看着他，脸上是从未有过的慌乱。小然，这个糖不能多吃。呵，一声极冷的嗤笑从傅安然干裂的唇间溢出，眼神里满是嘲讽和厌倦。在家也要演戏吗？这心声如钢针，狠狠扎进傅西周的脑海。咔嗒一声轻响，傅安然竟打开了纸袋。傅景年的身体瞬间绷紧，如同一张拉满的弓。他盯着他手中的东西，声音不自觉提高：傅安然，你在做什么？他几乎是吼出来的。傅安然动作一顿，缓缓抬头，那双空洞的眼睛里只有被打断计划的厌烦。
傅景年，前世他有这么关注他吗？前世2个字如同惊雷，炸得傅景年一时失语。趁着他们心神俱震的瞬间，傅安然的手又紧了紧。傅景年快步上前，一把夺走他手里的纸袋。傅安然放下，手心一空。傅安然眼眶突然发烫，他别过脸，咬着下唇闷声说：“假惺惺的，现在装什么好人？”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，委屈再也藏不住。傅廷烨大步上前，在他身边蹲下，像一堵沉稳的墙，无声地给予他安全感。傅西周小心翼翼地递上手帕，满脸担忧与自责。傅云霄则默默将房间灯光调得更柔和，泪水终于决堤。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管他？积压多年的委屈在这一刻轰然爆发，哭喊声却戛然而止，情绪耗尽，他像断了线的木偶，猛地向后倒去。傅景年反应快得惊人，一把拖住他瘫软的身体，那身体轻得像羽毛，却带着灼人的滚烫。小然，傅廷烨一个箭步冲上前，声音都在颤抖。傅西周更是脸上的血色退得干干净净。傅景年眉头死锁，高烧。他将他打横抱起，快步走向床边。傅云霄冲到床边，键盘飞速敲击，39.8度，心率过快，应激性高烧。傅廷烨强迫自己冷静，立刻下令管家冰袋温水。西周联系陈老，景年守着他。整个傅家别墅瞬间陷入压抑的忙碌。一夜过去，傅安然的高烧终于缓缓退去，可傅家4兄弟谁也没有离开，他们守了一夜，个个疲惫不堪。直到晨曦微露，傅安然在干渴中醒来，他费力睁眼，一眼就看到床边的傅廷烨，他眼下青黑，胡茬冒出，满身沉郁。然而傅安然空洞的眼底没有丝毫波动，重新闭上眼睛，这细微的动静却惊动了傅廷烨。他猛地回神，椅子都被带倒。小然，你醒了。他声音紧张沙哑，伸手去探他的额头，要不要喝水？可傅安然只是侧过头，将脸埋进枕头，用沉默筑起冰墙。他被彻底无视，挫败和愧疚如潮水将他淹没。紧接着，傅西周端着早餐进来，脸上挂着无懈可击的阳光笑容。小然醒了，三哥特意让厨房给你熬了粥。他自然地拿起勺子递到他嘴边，来，张嘴。可就在这时，好吵！这充满厌倦的心声让傅西周端着勺子的手瞬间僵住，笑容出现一道裂痕。他迅速调整，放软声音哄劝：“小然乖，别任性。”啪！勺子被狠狠打飞，粥点溅在他昂贵的衬衫上。出去！傅安然声音嘶哑，却冰冷刺骨。傅西周默默捡起勺子，脚步僵硬的离开，背影狼狈又落寞。午饭时间，换了傅云霄，他将餐盘放下，安静的站在一旁，像一道无声的影子。傅安然依旧闭着眼，冰冷的心声再次响起：“傅云霄吗？还是一样，冷眼旁观，何必呢？”傅云霄身体瞬间绷紧，他沉默许久，最终默默转身，留下未动分毫的饭菜。到了下午，傅西周还不死心，小然出去走走。花园里的玫瑰开了，傅安然靠在床头，目光空洞，毫无反应，想待在屋里。那三哥陪你看电影，他好烦。接连2道心声，彻底浇灭傅西周最后的努力。他脸上的笑容褪去，只剩深深的无力。直到傍晚，傅廷烨推掉所有会议，亲自端着一碗参汤走进房间。他没有劝说，只是坐在床边，看着他苍白虚弱的脸，沉默了很久。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傅家掌舵人，只是一个笨拙又悔恨的兄长。小然，他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前所未有的恳切，艰难地吐出3个字：对不起。傅安然的身体剧烈颤抖，他紧闭双眼，长长的睫毛下，眼泪无声滑落。傅廷烨看着这一幕，心脏痛得几乎碎裂，伸手想替他擦泪，可是他却猛地偏头躲开。他满眼自责，转身迈着大步逃离了房间。所有人离开后，房间里只剩他粗重的喘息。紧接着，晚餐时间，傅家餐厅死一般沉寂。大哥傅廷烨眉头紧锁，二哥傅西周脸色惨白，三哥傅景年沉默不语，而4哥傅云霄目光扫视全场，最终落回那个空着的座位上，那个属于傅安然的座位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极其轻微的脚步声传来，所有人几乎是同时猛地抬头，傅安然就站在门口。她穿着宽大的睡裙，赤着脚，眼神空洞无光，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娃娃。随后，她一步一步缓慢地走向那个属于她的空位。她的出现让凝固的空气瞬间炸裂。大哥傅廷烨的眼里是难以置信的狂喜，二哥傅西周更是豁然坐直，苍白的脸上涌上激动的红晕。小然，大哥率先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努力让语气温和，快把汤端上来，要热的。二哥立刻接口，脸上是小心翼翼的讨好。对，先喝点热汤暖胃。热气腾腾的奶油蘑菇汤被小心翼翼放在傅安然面前，然而他只是垂眸盯着餐具，指尖无意识的抹洒杯沿、杯子、碎片。看到妹妹苍白如纸的脸色，傅廷烨心底一沉，缓缓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腕。谁知这个动作竟彻底点燃他，他猛地抬头，双眸暴怒，滚开！一声微弱的嘶吼，他猛地起身，带翻了身后的座椅，瓷碗坠地，瞬间粉碎。紧接着，他一阵眩晕，身体软软倒下。大哥健步上前，一把扶住他，可三哥傅景年的声音冷硬如铁：备车，去医院。话音未落，他已将傅安然打横抱起，大步流星冲出餐厅。医院走廊，大哥傅廷烨像困兽般焦躁踱步，时间被无限拉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病房门终于推开，医生摘下口罩，只是轻微碰撞，已处理。这一刻，三哥当场啜泣，大哥扶住墙壁才站稳。他走到床边，看着昏睡的妹妹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可医生下一句话却让他们瞬间如坠冰窟。可医生的语气却瞬间凝重，他目光扫过我们4人，沉痛地强调：我怀疑他精神不稳定，需要找精神科医生检查。这句话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我们心上。病房里只剩下心电监护仪冰冷的滴滴声，而傅安然沉睡的眉心依旧紧蹙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艰难地睁开双眼，视线聚焦在惨白的天花板上。他试图动一下，身体却像灌了铅。紧接着，他感觉到了异样，手腕处传来一种被包裹的束缚感。他猛地低头，左手腕上赫然缠着一条棉质约束带，他被限制住。
一声受伤小兽般的低吼从他喉咙挤出，下一秒，他疯了般扭动手腕，柔软的带子瞬间勒进皮肤。放开，放开我！破音的尖叫撕裂了病房的死寂，那声音里是滔天的愤怒和深入骨髓的屈辱。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放开，小然，别动！三哥第一个扑到床边，声音带着哭腔，想按住他，可是他却虚弱的偏过头，声音发颤，别碰我！那眼神里的怨愤和抗拒，让三哥如遭雷击，下意识后退。小然，冷静下来！大哥也冲到床边，声音嘶哑，伸手想控制住他，然而傅安然猛地瑟缩，后背死死抵住床头，哭喊着：“别碰我！”那尖锐的指控如同重锤，狠狠砸在大哥心上。他的动作瞬间僵住，伸出的手停在半空。就在这时，窗前那道磐石般的身影动了，是二哥傅西周。他出手如电，一把抓住傅安然被束缚的左手腕上方，随后用拇指和食指精准的按压在一个穴位上。一股强烈的酸麻感瞬间窜上整条手臂，他疯狂拉扯的手瞬间失去所有力气，软软垂下。他抬头，布满泪水的眼睛死死瞪着傅云霄。又是你，又是你！傅西周，二哥清晰地听到了那滔天的恨意，冰冷的眼底风暴骤然加剧。就在此时，医生和护士冲了进来，立刻准备镇静药物。当药效起作用，傅安然无力地瘫软在病床上，泪水无声滑落。二哥缓缓松开手指，竟从口袋里掏出手帕，小心翼翼擦去他脸颊的泪痕。大哥则走到床边，解开约束带，轻轻拖住他泛红的手腕，低声道：“小然，哥哥在。”冰冷的药液瓦解了他最后一点挣扎的力量，他眼中燃烧的怨恨与疯狂，如同骤然熄灭的火焰。他眼里的疯狂熄灭，只剩一片死寂，身体不再反抗，软软陷进床里，只有胸膛剧烈起伏，伴着痛苦的喘息。三个哥哥如同雕塑，沉默地僵在床边，而三哥傅景年早已退回窗边的阴影里，直到护士离开，房门咔嗒一声轻响，下一秒。三哥傅景年彻底崩溃，他踉跄着跌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捂脸，压抑的呜咽从指缝溢出。他刚才看我的眼神，他说我们是伤害他的人。他声音破碎，带着浓重的哭腔，我们是不是真的一直在伤害他？这句话像一把钝器，狠狠砸在每个人心上。大哥傅廷业猛然转身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住三哥，你住口！他一步跨上前，紧握的拳头指节泛白。当初是谁对他视而不见？是谁连他喜欢什么颜色都不知道？每一句质问，既是砸向大哥，更是砸向他自己。可三哥却被戳中痛处，猛地抬头嘶吼：“是我混蛋！那你呢，大哥？”他指着大哥，声音尖利：“你记得他生日是哪天吗？你记得他第一次上初中是谁送他去的吗？是你吗？是我们吗？是张博？是佣人？够了！”一声冰冷到极致的低喝骤然炸响，窗边的二哥傅西周猛地转身，他几步冲到两人中间，一手一个，死死攥住他们的衣襟，要争执。出去！他声音低沉如寒铁，目光如同冰锥，在这里吵，想把他再惊醒一次。两人如同被冰水浇透，瞬间僵住，巨大的羞愧瞬间压倒了所有愤怒。二哥这才缓缓松手，目光落回病床，声音决断：“争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人还在，才有以后。”说完，他重新走回窗边，像一道沉默的屏障。病房再次陷入死寂，比之前更加沉重。角落里，四哥傅云霄蜷缩在椅子上，浑身颤抖，而大哥则颓然靠在冰冷的墙壁上。10年了，那个4岁时抱着玩偶的小女孩，那个被遗忘在角落无声生长的妹妹，那个如今一心求死的少女，最终所有画面都定格在他那充满屈辱和恨意的眼神上。一股迟来了太久的剧痛和悔恨，如同洪流，瞬间将他淹没。他高大的身躯晃了一下，极其缓慢地蹲下身，下一秒，他将脸深深埋进手掌，指缝间溢出压抑到极致的呜咽。三哥再也撑不住，竟无力地滑坐在地，他将头深深埋进膝盖，肩膀剧烈抽动，压抑的哭声再也无法抑制。对不起，妹妹，对不起。破碎的呜咽，满是卑微的痛苦。三哥错了，真的错了。而就在这时，角落里的傅云霄颤抖得更厉害，他死死咬住下唇，悄悄解锁手机，幽蓝的光映着他苍白的小脸。下一秒，他竟直接入侵了医院的内部系统，冰冷的数据在眼前滚动。他只想找到一丝希望，仿佛只有这样，他才能逃离这窒息的罪恶感。与此同时，窗边的傅西周背脊挺直如标枪，他锐利的目光一遍遍扫视着楼下的每个角落。妹妹梦中对窗外的恐惧，他记得一清二楚。任何一丝潜在的危险都必须被扼杀。整个病房就这样被痛苦和悔恨笼罩，直到第一缕天光艰难地穿透窗帘。病床上的人睫毛微微一颤，他缓缓掀开眼皮，刺鼻的消毒水味让他下意识动手腕，结果他猛然发现手上的束缚带竟然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干净的纱布。这个发现让他有些怔愣，可下一秒，三哥立刻凑上前，声音紧张又讨好：“小然，你醒了，要不要喝水？”他手忙脚乱地递上水杯，但他只是空洞地扫了一眼，便决绝地偏过头去。三哥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，大哥缓缓起身，高大的身影异常疲惫。他走到床边，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最终，他只穿上外套，声音嘶哑：“公司有事，我必须过去。”他的目光却死死锁在妹妹身上：“你们守好她。”这几个字竟带着一丝哀求。大哥走后，病房再次陷入死寂。三哥搜肠刮肚，干巴巴地开口：“小然，外面天亮了。”可他毫无反应，仿佛根本没听见。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天亮天黑又有什么区别？我的世界从来只有黑暗。他心底的死寂让三哥彻底颓然。就在这时，四哥傅云霄抱着电脑悄无声息地走来，他帽檐压得很低，镜片反射着屏幕的幽光。下一秒，
他将电脑屏幕递到妹妹眼前，屏幕上赫然是一张老照片，照片的背景是阳光灿烂的游乐园，一个粉裙子羊角辫的小女孩，笑的眼睛弯成月牙，她怀里紧紧抱着一只旧兔子玩偶，而她身旁蹲着一个8、9岁的大男孩，男孩笑容灿烂，对着镜头比着大大的 V， 那双桃花眼盛满了对妹妹毫无保留的宠溺。那个笑得像小太阳的男孩竟是三哥，而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就是他自己。照片下方还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：小然第一次来游乐园，和最喜欢的三哥开心。只是一眼，三哥如遭电击，他猛地睁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屏幕。那是父母还在世的时候，是他还没被怨恨蒙蔽双眼的时候，是他还把妹妹当成珍宝来宠爱的时候。巨大的悔恨和悲伤瞬间冲垮了他，他猛地捂住嘴，才没让哽咽冲口而出。照片里笑容干净的自己和病床上苍白的他，强烈的对比，像最锋利的刀，狠狠剜着他的心。三哥，他冰冷麻木的心声第一次出现剧烈的波动，尘封的记忆闸门被猛地撞开，棉花糖的甜，旋转木马的音乐，还有那个会把他举高高的男孩，如潮水般汹涌而至。小然，三哥的声音带着哽咽，是三哥不好。这句话瞬间让他眼眶通红，泪水不受控制的滚落，肩膀止不住的抽动。傅锦年彻底慌了神，想帮他擦泪，却又不敢靠近。可下一秒，滚开！他猛地推开三哥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疯狂和抗拒。你不是他，你不是我的三哥，早就不存在了，不存在了，4个字如重锤砸在傅锦年心上。他踉跄后退，双腿一软，竟顺着墙壁滑坐在地。他死死捂住脸，发出压抑到极致的哀嚎。此时，傅西周突然出手，他精准地用手指点在他手臂内侧的穴位上，强烈的酸麻感瞬间席卷了他的整条手臂，他的身体瞬间失去大半力气。傅西周，为什么总是你？我恨你！心底最恶毒的诅咒如尖刀刺向二哥，可傅西周点穴的手指甚至还加重了一丝力道。就在这时，傅锦年猛地从地上爬起，医生，快叫医生！他对着门口嘶声哭喊，声音彻底变了调。医生护士再次冲入，立刻准备镇定剂，冰冷的液体注入，他最后一丝力气也被抽离，痛苦和怨恨如潮水般退去，只剩下无尽的疲惫。眼看妹妹再次昏睡，三哥彻底崩溃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捶打着自己的胸口，咚咚咚，沉闷的重击，每一拳都带着绝望。是我伤害了他，是我毁掉了小然最喜欢的三哥。他一边疯狂自残，一边撕心裂肺的嚎叫，那声音里满是无法承受的罪孽感。傅云霄退到角落，将脸深深埋进帽檐，而傅西周只是冰冷的看着，直到此时才终于开口。够了！锦年一声冷峻的怒吼，让三哥浑身一颤。你就算现在把自己打死，又有什么用？能让他好起来吗？能让他原谅你吗？二哥冰冷的质问，字字诛心。三哥抬起红肿的双眼，茫然的看着他。我该怎么办？二哥，我该怎么办？他声音破碎，充满了绝望。闭嘴！傅西周厉声打断，额角青筋暴跳，滚出去！现在，立刻冷静下来，别在这里再刺激他。傅锦年被吼得失魂落魄，像被抽掉骨头般踉跄着走出病房。病房内，四哥依旧在角落里抖得像片落叶，二哥却不再看他，冰冷的目光精准地落在妹妹脖颈上，那片纱布竟再次被鲜血染红。他几步走到床边，对医生沉声道：“镇定剂剂量调整。”声音不带一丝起伏，却不容置疑。医生一愣，还是迅速调整了药物浓度。随着更高浓度的药物注入，他彻底沉入无边黑暗，呼吸渐渐平复，泪水也慢慢止住。他像一具被抽空灵魂的人偶，了无生气。与此同时，傅氏集团顶楼，大哥傅廷业疲惫地靠在椅背上，揉着刺痛的太阳穴，想起病床上的妹妹，一股迟来的剧痛和悔恨几乎将他脊椎压断。他错了，他们都错了，错得离谱，错得无可挽回。是他们每一个人亲手将那个爱笑的妹妹推入无尽的黑暗，终究是用长达10年的漠视和厌弃将她彻底摧毁。病房内寂静的可怕，直到大哥傅廷业推门而入。然而他进屋的瞬间就察觉到不对劲，床上的妹妹异常安静，一旁的傅锦年抱头不语，而角落里的傅云霄更是蜷缩成一团。他心头一紧，立刻发问：发生了什么事？小然他怎么样了？傅西周冰冷转身，吐出一句惊人之语：我让医生加大了镇静剂的剂量。什么？加大剂量？大哥瞬间明白，一定出事了。他再次逼问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一次，大哥的目光直接射向傅云霄，一个霸道的眼神，满是命令。四哥本能的一颤，却还是抱着电脑走到大哥面前。然而，当屏幕亮起，大哥瞳孔骤缩，那上面出现的竟不再是那张照片，而是傅家别墅过去数年的监控画面1。小小的他抱着兔子，孤零零坐在门口，从黄昏坐到深夜。画面2，他高烧不退，难受呜咽，身边却无一人。画面3，他怯生生送上生日卡片，可大哥却目不斜视，径直走过。画面4，他拿着年级第1的成绩单，却找不到一个愿意分享的哥哥。一幕又一幕，一年又一年，这些被遗忘的冰冷影像，此刻血淋淋的摆在眼前，每一个画面都是他们亲手将妹妹推向深渊的罪证。大哥死死盯着屏幕，呼吸越来越重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手反复撕扯，迟来的悔恨如同海啸将他淹没。下一秒，他猛地抬手，一拳狠狠砸在墙上，砰！一声巨响，指关节瞬间破皮，鲜血直流。他却浑然不觉，从齿缝里挤出嘶哑的字句：畜生，我们真他妈是畜生。这位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男人，此刻彻底被罪恶感击垮。四哥默默合上电脑，重新缩回角落，而大哥的视线从屏幕上那个小小的身影落回病床上妹妹的脸上，眼神愈发深沉。不久后，大哥拖着被掏空的身躯走出病房，他需要透口气，那窒息的绝望快要把他逼疯。可就在他刚走出电梯厅，准备去花园时，副总一个低沉磁性的嗓音自身侧响起。傅廷业脚步猛地一顿，心头警铃大作，他倏然转身，锐利的目光瞬间锁定来人，司一涵。
哥哥们对她恨之入骨。当女孩从高楼纵身一跃，终结了短暂的19年，再次醒来，竟回到了14岁那年。老天为何要让她再经历一次这炼狱人生？但女孩不知，她的心声此刻正被哥哥们一字不落地听着。接上集，副总，一个冷玉般的声音自身侧响起。傅庭叶脚步猛地一动，心头警铃大作，他倏然转身，鹰隼般的目光瞬间锁定来人。司一寒，他穿着剪裁完美的羊绒大衣，身姿挺拔金贵，那双深邃的凤眸正精准地落在他袖口刺目的血迹上。傅庭叶强压下心中警惕，声音嘶哑冰冷：“司董，这妖巧。”他刻意加重“巧”字，眼神充满毫不掩饰的戒备。可是司一寒仿佛毫无察觉，唇角弧度不变，例行检查罢了。他的目光状似无意扫过那片血迹，语气平稳：“倒是副总，气色不佳啊。”傅庭叶眼神瞬间锐利如刀，不劳司董费心。两人之间剑拔弩张，空气几乎凝固。就在这时，傅庭叶口袋里的加密手机突然发出尖锐的风鸣警报，是妹妹病房的最高级别警报，出事了！傅庭叶脸色骤变，巨大的恐慌瞬间攫住他甚至来不及再多说一个字，猛地转身，如同一头失控的野兽，疯狂冲向电梯。刚才的强硬和威严，在这一刻荡然无存。然而，司一寒只是站在原地，他看着傅庭叶仓皇离去的背影，唇角的弧度缓缓收敛，最终化为一片冰冷的漠然。深邃的凤眸里，探究的兴味却更加浓烈，因为就在刚才，他又捕捉到了一丝极致痛苦。心声。紧接着，他没有离开，反而迈开长腿，从容不迫地走向 VIP 专用电梯，修长的手指毫不犹豫地按下顶层按钮。与此同时，顶层 VIP 病房区已是压抑的混乱。傅庭叶冲回走廊，看到的是一幅让他肝胆剧烈的景象：医生护士神色凝重，正疯狂地进出妹妹的病房。傅锦年瘫软如泥，傅云霄蜷缩发抖，只有二哥傅西周如一柄染血长枪，死死定在病房门口，周身戾气几乎要将空气冻结。傅庭叶的心脏瞬间被攥紧，他嘶吼着冲到门口，恐慌几乎冲破喉咙。结果他听到了什么？心率骤降，呼吸暂停，正在抢救。傅庭叶眼前一黑，巨大的恐惧将他瞬间淹没。时间在窒息中煎熬，终于，病房门打开，医生疲惫地宣布暂时稳定了。然而，他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冰水，将希望彻底浇灭。精神创伤远超预估，需要特定的嗅觉信息唤起安全感，特定的气味。就在这时，傅云霄猛然想起一段尘封10年的监控，雪松是母亲的味道，希望重新燃起。谁知助理一通电话，将他们瞬间打入深渊。符合标准的纯雪松精油，最快也要2天。2天，小然根本等不了。就在这绝望的死寂中，或许我能帮上一点小忙。那个冷玉般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所有人猛然回头。司一寒，他不知何时出现，悄无声息，脸上带着那抹完美又疏离的微笑。紧接着，在所有人惊愕戒备的目光中，他的右手缓缓从大衣口袋抽出，指尖捏着一个深棕色滚珠瓶。随即，他迎上傅庭叶要杀人的目光，薄唇轻启，雪松精油这4个字如同惊雷炸响。司一寒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怎么会有这万金难求的东西？这绝不是巧合。傅庭叶咬牙开口：“司一寒。”然而，司一寒直接打断他，目光转向医生：“救人要紧。这瓶精油产自尼泊尔原始雪松林，古法手工萃取，年产量不足10升。”他语气轻描淡写，却字字精心。我本人偶尔用它助眠。医生的本能压倒一切，他快步上前，接过那个小瓶，拧开盖子，一股清冽冷峻的木质香气瞬间弥漫，纯净的不带一丝杂质，如同高山之巅的凛冽空气。陈医生用仪器快速检测，脸上瞬间爆出狂喜，纯度极高，成分天然，完全符合医疗标准。他激动地看向傅庭烈：“副总，这简直是及时雨！”傅庭烈的拳头捏得死紧，一边是妹妹危在旦夕的性命，另一边是这个动机不明的危险男人，怎么选？时间在对峙中流逝，每一秒都可能将妹妹推向深渊。最终，傅庭烈从齿缝中艰难挤出几个字：“有劳司董。”他选择了妹妹，哪怕这是裹着蜜糖的毒药。司一寒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，他将小瓶交给医生，转身走到窗边，背对病房，仿佛只是欣赏风景。然而，那微微侧向病房的耳朵却泄露了他真正的目的。病房内，医生将一滴雪松精油滴入加湿器，清冽的香气瞬间充盈整个空间。下一秒，奇迹发生，病床上，傅安然紧蹙的眉头竟然肉眼可见的舒展开来，他急促的呼吸渐渐变得悠长平稳，一直颤抖的指尖也终于安静。傅庭叶透过观察窗看到这一幕，高大的身躯猛地一晃，傅锦年捂着脸，发出劫后余生的痛苦。然而，就在傅安然彻底放松的瞬间，一个稚嫩带血的心声，如同挣脱牢笼的困兽，清晰地涌入所有人脑中：“妈妈，爸爸，我不是扫把星。”扫把星这3个字出现的瞬间，所有人身体巨震，冰冷的灵堂，一个弱小的身影被人推倒在地。你这个扫把星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字字诛心。紧接着，又一个心声传来：“兔兔，小然身体好难受，大哥为什么不相信我？”兔兔难受。傅庭叶身体猛地颤抖。曾经，小女孩抱着兔子玩偶，蹑手蹑脚来到书房，滚出去！没看到我在工作，难受找我，我又不是医生。下一个心声：“二哥，我的成绩单。”傅西周身体一抖，那被他随手撕碎的满分成绩单，少女落寞的神情，如同一把尖刀刺穿他的心脏。紧接着，三哥，我特意给你做的立牌，好看吗？傅景年猛然跪倒在地，抱头痛哭：“离我远点！”真晦气，他曾经的话，此刻字字如刀。最后，四哥，傅云霄精神紧绷，可竟然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简单的2个字。他作为四哥，竟然和妹妹没有半点回忆。自责，铺天盖地的自责淹没每一个人。司一寒那双深邃的凤眸第一次掠过震动，原来如此。车祸，10年的漠视，被至亲视为灾星，难怪他一心求死。这傅家对他而言就是活生生的地狱。一股冰冷的愤怒悄然在他心中滋生，为这个被亲手推入深渊的无辜灵魂。他缓缓转身，目光再次落在病房门上，眼神里竟然多了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保护欲。随后，他薄唇紧抿，迈开长腿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那背影
竟多了一丝沉重，和一个危险的亏心者已然改变立场。然而药物早已退去，傅安然睁开眼睛，目光直直盯着天花板。阁楼里那个应该还在吧？回去，我必须回去。清晰的心声瞬间穿透墙壁，傅庭叶的电话戛然而止，脸色瞬间铁青。傅景年的剧本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回去，他想回去做什么？角落里，傅云霄指尖在键盘上悬停，下颌线瞬间绷紧。阁楼，他手指疯狂敲击，别墅3D 结构图瞬间出现，无数监控红点亮起。下一秒，一条条加密指令悄无声息地发出，别墅所有门窗的智能锁权限瞬间重置，最高级别的生物识别加密，安保巡逻频率瞬间翻倍，所有尖锐物、绳索、药物被重新合成，一张由数据构成的天罗地网在他指尖急速生成。就在这时，一直背对房间的傅西周缓缓转过身，而傅安然也慢慢看向傅庭叶。出院，声音微弱，却不容置疑。傅庭叶内心纠结，不答应，怕他更加低落；可答应，他的身体能行吗？他思虑再三，终于做出决定。好，大哥现在就去办出院，接你回家。谁知傅安然得到答案，立刻移开视线。家，那还算是我的归处吗？罢了，必须回去，去阁楼看看。阁楼东侧最里面，松动的墙砖后面，上次被关进去4天，没能拿到，但这次我一定要拿到。阁楼墙砖被关4天，字字句句狠狠砸在傅家兄弟的心上。傅庭叶眼神里满是自责与愤怒，他被关进去4天，他为什么不知道？傅景年更是双目圆睁，妹妹被关在那个堆满杂物的阁楼4天，谁敢？下一秒，傅云霄敲击键盘，死死盯着屏幕上的阁楼模型。傅西周的眼底更是爆发出滔天怒火，在他眼皮底下，他周身气息瞬间降至冰点，身影一闪，直接消失在医院。然而病房内，傅安然的心声还在继续。上一世我不同意与私家联姻，就把我关在阁楼里整整4天，漫长的黑暗，那段噩梦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回到这里？联姻？上一世，傅庭叶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，巨大的震惊将他淹没。这怎么可能？私家联姻，把他关进阁姑，是谁干的？等等，他的心声说的是上一世，一个荒谬的念头如同闪电劈入他的脑海。难道他重生了？就在这时，傅安然的心声再次响起，仿佛来自地狱的低语。在砖后藏在爸爸的旧物里的剃刀，希望他还在。上次被关进去发现的，本来准备用的还没用上，这次必须拿到。剃刀，一股强烈的不安感让傅庭叶猛地站起来。他拉开病房门，门外傅景年正红着眼要往里冲，傅庭叶一把抓住他。西周呢？傅云霄抱着电脑抬头，二哥回去了，他说他会处理好。傅庭叶心中了然，你俩看好他，我去办出院手续。与此同时，傅家别墅阁楼，傅西周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，他目光精准扫过墙壁，瞬间锁定一块松动的墙砖。他没有任何犹豫，戴着战术手套的手猛地伸了过去，他的指尖精准扣住砖缝，沉稳发力，巧妙一撬，咔嗒一声轻响，那块墙砖被他轻松取下。墙砖后面是一个漆黑空洞，里面竟然放着一个布包，上面早已布满厚厚灰尘。可当包裹被打开的瞬间，时间仿佛静止，他握着墙砖的手指因过度用力而指节泛白。他们究竟对妹妹做过什么，竟让她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在阁楼藏下这种东西？迟来的悔恨，灭顶的恐惧，像冰冷的岩浆，瞬间将他吞噬。为此，他猛地攥紧手心，坚硬的棱角割得掌心生疼，却远不及他心底1/1000的痛。紧接着，他缓缓退出阁楼，站在昏暗的光线下，他摊开手掌，掌心那个东西正发出阵阵寒光，冰冷的触感带着刺骨的寒意。他就这样沉默地站立许久，最终他拿出加密通讯器，声音沙哑，却带着冰冷的决断。他向傅云霄和傅庭叶发出一条讯息，已找到，清除完毕，讯息发送完毕。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黑暗空洞，眼神无比复杂，随后他转身离开，步伐沉重却又无比坚定，身后的阴影仿佛要吞噬一切光明。哥哥们对他恨之入骨。当女孩从高楼纵身一跃，终结了短暂的19年，再次醒来，竟回到了14岁那年。老天为何要让他再经历一次这炼狱人生？但女孩不知，她的心声此刻正被哥哥们一字不落地听着。接上集，出院的过程像一场沉默的仪式。陈医生反复检查确认傅安然脖梗伤口愈合良好，生理指标稳定，才在傅庭叶沉重如山的目光注视下，艰难地签了字。傅景年忙前忙后地收拾着本就不多的物品，动作带着一种刻意的讨好和小心翼翼的回避，目光始终不敢与傅安然空洞的眼神接触。傅云霄帽檐压得更低，仿佛要将自己彻底隐藏在数码世界的屏障之后。傅西周如同最沉默的影子，早已提前一步离开，去清理那个充满不祥预感的家。黑色的加长轿车平稳地驶入傅家别墅那冰冷华丽的雕花铁门。傅安然靠在车窗边，目光漠然地投向窗外。黄昏的光线给这栋巨大的建筑镀上了一层虚假的暖金色，却无法驱散其骨子里的森严和压抑。回来了，傅安然的心声如同宣告，清晰地传递到车内另外3个男人的脑中上。车子停下，车门被管家轻轻拉开，踏入玄关的瞬间，一种细微却又无法忽视的变化悄然笼罩了傅安然。人多了，不是只佣人，而是穿着统一黑色制服，身姿挺拔、神情冷肃的陌生男人。他们如同融入阴影的雕塑，无声地矗立在巨大的水晶吊灯照射不到的每一个角落。旋转楼梯的拐角，通往餐厅的拱门阴影里，甚至巨大落地窗外的露台上，都能看到他们如同磐石般的身影，警惕地扫视着空间内每一处。傅安然的目光扫过这些陌生的身影，没有任何停顿，也没有任何波澜。他径直走向通往自己房间的楼梯，脚步虚浮，却带着一种的惯性。阁楼，还是晚上再去吧。傅庭叶的心猛地一沉，他强作镇定，对管家吩咐道：“张伯，晚餐送到小姐房间。”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。晚餐很快送到，托盘放在傅安然房间的小茶几上，托盘里没有银光闪闪的刀叉，没有古瓷的杯盘，取而代之的
是厚实的，颜色暗淡的密暗塑料碗碟，边缘圆钝的塑料勺，还有一个同样材质不易打碎的水杯，连装汤的容器都是保温效果极好的双层不锈钢焖烧罐。傅安然用完餐，走到窗边，拉上厚重的窗帘，然后他将自己摔进柔软的床里。时间在一片安静中缓慢过去。深夜，傅安然掀开被子，慢慢起身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没有丝毫之前的虚弱和迟缓。那双眼睛闪烁着执拗的光，他像一只轻盈的猫，悄无声息地滑上楼。没有开灯，凭着对这栋房子的熟悉，尽可能的视线范围，小心地向阁楼走去。傅安然屏住呼吸，他动作熟练地来到阁楼前的小门，打开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堵墙，他跌跌撞撞冲到墙前，声音破碎的嘶吼：“为什么要这样？”颤抖的手掌重重拍在粗糙的砖面上，一下又一下，带着近乎执拗的绝望。指节传来的钝痛却像落在棉花上，激不起任何知觉。小姐在阁楼入口。快！急促的脚步声从楼下各个方向传来，保镖训练有素的迅速向阁楼入口方向集结。最先赶到的是傅西周，他看到眼前的场景，心中一阵刺痛。让我过去，求你们！他的声音渐渐弱成呜咽，身体顺着墙面缓缓滑落。傅西周快步上前，轻轻将他扶起，发现他的手掌只是微微发红，并无明显伤口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傅廷烨等人闻声赶来时，看到他瘫坐在墙边，身体微微颤抖，脸上满是泪痕。小然，别这样。傅锦年声音哽咽，傅安然抬起头，眼中含着泪水，满是委屈与不解。为什么连这里都不让我去？他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难过，却不再是之前那种绝望的嘶吼。傅廷烨蹲下身，目光中满是心疼与自责。对不起，我们只是担心你，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和哥哥们说。他别开脸，喃喃道：“我只是想去看看。”话尾消散在空气中，化作一声叹息，不再说话。傅西周抱着他向卧室走去，动作轻柔地将他放在柔软的大床上。早已等候在房间里的医生和护士立刻上前，小心翼翼地处理他红肿的双手。此刻傅廷烨蹲在他面前，自责与心疼几乎要冲破胸膛。对不起，是我们疏忽了你的感受，以后不管什么事都和哥哥们说，好吗？傅安然没有回应，只是垂下眼帘，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。窗外的月光洒进来，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，映出几分倔强与脆弱。这一夜，傅家别墅的灯光亮了很久，几个哥哥守在他房外，满心都是懊悔与心疼，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多关心妹妹。窗外的天光已经大亮，明亮的光线让他有些不适应地眨了眨眼。傅安然再次睁开眼，那双曾经充满倔强的眸子，此刻显得有些静默，映不出头顶明亮的灯光，也映不出床边任何人影。他没有动，只是安静地望着天花板上某个点，目光静默得像是许久没有涟漪的湖面，映不出太多光影，也看不出太多情绪。身体感到异常沉重，连呼吸都带着一种疲惫感，喉咙里干涩，胃部传来阵阵空虚的、带着钝痛的不适感，但他没有做出反应。陈老握着检测报告的手微微发颤，镜片后的眼神满是忧虑。小然的电解质紊乱已经危及心脏功能，如果24小时内无法补充营养，我们必须考虑下一步了。傅廷烨的指节在报告边缘捏出褶皱，傅景年背过身去狠狠抹了把脸，整个病房陷入令人窒息的沉默。小然，你醒了？傅廷烨压抑着激动的声音响起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喝点水？饿不饿？傅安然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，目光依旧停留在虚空中，仿佛那声音只是穿过空气的风，与他毫无关系。妹妹，三哥让厨房熬了燕窝粥，特别香，吃一点点好不好？就一点点。傅景年的声音紧接着响起，带着刻意放软的哄劝的语调，甚至带上了一丝小心翼翼。回应他的依旧是静默。我们不能再赌了。傅西周突然开口，声音低沉却字字清晰。医生说这是避免器官衰竭的唯一办法。傅景年冲上前揪住他的衣领，你知道插管子有多难受吗？傅西周反手握住弟弟颤抖的手腕，喉结滚动了2下。我知道，但我更怕明天听不到他的心跳。傅廷烨的心沉了下去，声音放得极尽温和。小然，听话，张嘴，吃一点，你身体需要休养，需要补充营养。那汤匙在唇边停留了许久，最终带着粥粒滑落，滴在洁白的被子上。傅安然静默的眼神依旧望着天花板，仿佛根本没听见，也没看见。小然，傅景年急了，声音带着哽咽，他猛地从椅子上滑下来，单膝跪在病床边，双手抓住床沿，仰头看着傅安然那张苍白的脸。他的精力正在这无声的拒绝中迅速消耗，再这样下去，后果令人担忧。陈老，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傅廷烨盯着心电监护仪上起伏微弱的线条，声音发颤。陈老沉重的摇头，现在插管或许还能保住脏器功能，不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。傅廷烨猛地一拳抵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床上那仿佛随时会消散的身影，声音低沉，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的担忧。他会撑不住的，他会。他转向陈老，眼神里带着最后的希望。陈老，真的没有办法吗？药物或者……陈老沉重地摇了摇头，脸上是深深的疲惫和无奈。他的目光扫过床边3个焦虑的男人，心理疏导需要他愿意开口。现在他把自己封闭了，生理上的支持是当务之急。生理支持，傅景年喃喃重复着，脸色苍白。他看着妹妹苍白的面容和静默的神情，巨大的担忧和自责几乎要将他淹没。难道要插管子吗？不行，那太难受了，他受不了的。他抓住陈老的手臂，声音带着恳求：陈老，求求你，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求你了！傅西周一直沉默地站在窗边，承受着所有混乱和担忧的冲击。他看着大哥的焦虑，看着3弟的崩溃，看着4弟的逃避，最后目光沉沉地落回病床上那个身影上。他沉静的眼底决断在无声的凝聚，那是一种基于严峻现实做出的判断，维持生命体征必须优先。他没有再犹豫，无声地走到床边，高大的身影投下一片阴影。他没有看傅廷烨，也没有看傅景年，沉静的目光落在傅安然的脸上。傅景年下意识地阻拦：二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别乱来！傅西周看都没看他一眼，
只是平静的重复：“让开。”那声音里的分量让傅锦年不由自主的后退了一步。傅西周深吸一口气，转头对护士点头：“开始吧。”护士立刻展开无菌步，动作熟练的调试胃管长度。一旁的医生紧盯着监护仪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。傅西周没有任何犹豫，他微微侧头对着门外：“进来。”4名身材强壮的保镖和一个推着治疗车的女护士迅速走了进来，他们的表情严肃而专业。女护士迅速准备好消毒物品、润滑剂、细长的硅胶软管、注射器和特制的流质营养液。不，二哥，不行！傅锦年却像被惊到一样跳起来，想拦住傅西周，最终还是停在了半空中。傅西周的视线扫过傅锦年的脸，声音低沉而坚定：“要么看着，要么出去。”二哥，我再试试，一定有办法的。他试图抓住傅西周的胳膊，傅西周声音低沉却坚定：“3弟，相信我，等他恢复力气，想怎么打我都行。”傅锦年红着眼眶退开，却仍忍不住喃喃：“轻点，别弄疼他。”傅廷烨抬头看向傅西周，眼神极其复杂，但最终他紧抿着唇，没有阻止。傅西周不再理会旁人，他俯下身，原本稳定的手掌在触到傅安然下颌时微微发颤，他强迫自己用最轻柔的力度调整他的头部位置，配合一下，很快就结束了。他语气略带温柔：“他要做什么？”傅安然的目光终于有了焦点，落在傅西周身上。哥哥们对他恨之入骨。当女孩从高楼纵身一跃，终结了短暂的19年，再次醒来，竟回到了14岁那年。老天为何要让他再经历一次这炼狱人生？但女孩不知，她的心声此刻正被哥哥们一字不落的听着。接上集，他要做什么？傅安然的目光终于有了焦点，落在傅西周身上。傅小姐，请配合，这是为了帮您恢复健康。护士轻声安抚，声音带着职业的冷静。旁边的4名保镖立刻上前，动作专业而利落，一左一右轻轻但稳固地扶持住他的身体，防止因不适而意外移动。不要，放开！傅安然瞬间爆发出抗拒，他用尽刚刚恢复的一丝力气，发出低弱的抗拒声，可他太虚弱了。女护士则动作麻利地测量好管子插入的长度，在尖端涂抹上润滑剂与麻药。傅安然抗拒地看向护士，嘴唇紧紧抿着。傅西周用手指带着一种必要的精准，轻轻调整了他的鼻翼位置。在他因姿势变化而本能的微微张开嘴唇的瞬间，护士手法轻柔却精准，硅胶软管在专业操作下快速到位。傅安然本能的皱眉，监护仪上的心率短暂波动后，护士立刻点头：“很好，位置正确。”傅西周紧绷的肩膀终于松了松，目光始终落在妹妹逐渐平稳的呼吸上，监测血氧，准备止吐药。医生立刻出声。傅西周的手指下意识收紧，又强迫自己放松，目光死死盯着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，但他的力量在扶持下显得微弱。傅西周拖着他下颌的手稳如磐石，眼神沉静，对那痛苦的抗拒保持着必要的关注，只是确保他的头部位置稳定，方便护士操作。软管置入时，他本能的瑟缩了一下，监护仪的警报声短暂响起，随即在护士熟练操作下恢复规律。好难受！傅西周拖着他下颌的手指轻轻摩挲了一下，像是无意识的安抚。这个动作让傅安然的挣扎微微一顿，监护仪上的心率曲线出现短暂的平缓，他依旧专注地看着护士的操作，只是用另一只手的指背，在他被泪水如湿的鬓角服侍了一下。管子终于到达了预定位置，护士迅速固定软管，连接注射器，温热的营养流食被缓缓平稳地推入他的胃中，营养液流速正常，生命体征平稳。护士的声音让紧绷的气氛稍有缓和，傅西周紧绷的肩膀这才放松下来，却仍不敢移开视线。傅廷烨痛苦地别开了脸，一旁的傅锦年死死捂住自己的嘴，眼泪汹涌而出。角落里，傅云霄戴着耳机，将自己埋进隔绝的世界。傅西周依旧沉稳，他站在床边，如同最稳固的支柱，沉静地注视着护士的动作。护士轻柔地为傅安然擦去额头的冷汗，附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好好休息，等体力恢复了，我们再慢慢说话。”傅西周接过温热的毛巾，小心翼翼地擦拭他脸上的泪痕，动作比任何时候都要轻柔。操作结束后，护士立刻递上温水润喉，轻声安抚：“第一次难免不舒服，休息会儿就好。”傅安然仍有些虚弱的喘气，却在瞥见傅西周攥得发白的拳头时，心里莫名一颤。傅西周与他对视良久，喉结动了动，最终只是低声说：“只要你活着，怎么恨我都没关系。”他动作利落地接过护士递来的温热毛巾，仔细的、轻柔地擦拭掉他脸上的泪水和不适的痕迹，动作带着一种必要的冷静。然后他直起身，目光扫过病房内众人，最后落在傅安然身上，声音清晰而沉稳地落下：“我们每天都会等你主动开口，但在那之前，为了你的健康，我们不得不这样做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大步走出房间。别墅里的气氛沉重，傅廷烨坐在傅安然对面的沙发上，看着妹妹那清瘦的侧脸和静默的眼神，心脏揪紧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些什么，最终只化作一声叹息。傅锦年红着眼眶，蹲在傅安然脚边，握着她一只冰凉的手，声音沙哑的低喃：“小然，求你了，吃一点，就吃一点点好不好？”傅安然毫无反应。就在这时，卧室门被推开，傅西周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身后跟着保镖和提着器械箱的护士。他沉静的目光扫过矮几上丝毫未动的餐盘，再扫过沙发上的傅安然，最后落在傅廷烨和傅锦年脸上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言语。他微微侧头，示意了一下：“不，等等，二哥，再等等。”傅锦年猛地跳起来，张开双臂拦在傅安然面前，脸上带着恳求：“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劝他吃点东西。”傅西周眼神沉静，一步上前，稳稳地隔开了傅锦年阻挡的手臂。他看也没看傅锦年，目光落在傅安然身上。陈老说他的血钾指标又下降了。傅西周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焦虑：“这次结束后，我们会联系最好的心理医生。”平静的几个字宣告着流程的再次进行。保镖与护士迅速上前，动作熟练。傅安然微弱的抗拒在扶持下显得无力，强烈的抗拒在他心底翻涌。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瞪着傅西周，软管再次被插入，剧烈的异物感和恶心感让他身体颤抖，泪水涌出。“别怕，
很快就好。傅西周俯身在他耳边低语，声音难得的温柔。这意外的话语让傅安然的挣扎停了一瞬，监护仪上的心跳频率出现微妙变化。就在这充满强制与不适的时刻，卧室门口传来了管家张博略显急促的声音：“大少爷，司先生来访，人已经到小客厅了。”管家的话还未说完，一个颀长金贵的身影出现在敞开的卧室门口。司一涵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深灰色大衣，身姿挺拔，他脸上带着惯有的从容浅笑。然而，当他深邃的凤眸扫过房间内的景象时，4名保镖正扶持着一个极其清瘦的少女，一根软管正被护士小心地操作着，眼里满是抗拒。司一涵脸上那完美的笑容瞬间凝固，如同平静的水面骤然投入石子。卧室里的空气沉重的令人窒息，冰冷的气血，被强行压制的瘦弱身躯和女充满滔天恨意的眼神，还有那根象征着屈辱和绝对控制的软管，这一切都清晰地印在司一涵骤然收缩的瞳孔里。他脸上那抹优雅从容，仿佛永远掌控全局的浅笑，如同遭遇寒流的瓷器，瞬间僵硬碎裂。心脏的位置被一根无形针狠狠刺中，带来一阵猝不及防的尖锐刺痛和一种极其陌生的稚闷感。他见过太多黑暗，太多肮脏的交易，太多在权力倾轧下扭曲的灵魂。死亡和痛苦于他而言不过是谈判桌上的筹码和需要清除的障碍，可眼前这一幕，一个苍白脆弱的像随时会破碎的琉璃娃娃般的少女，被当成没有意志的物件般强行灌食。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燃烧的屈辱和刻骨恨意，竟让他感到一丝刺骨的寒意。这股寒意并非恐惧，而是一种更深沉、更陌生的东西，像冰水漫过心脏。他几乎是本能的想要上前一步，想要挥手让那些粗暴的手停下，但下一秒，那深入骨髓的属于顶级猎手的冷静和近乎残酷的自制力，瞬间扼杀了这丝冲动。完美的面具重新覆盖，司一涵只是微微挑了一下眉梢，仿佛只是看到了一幕略显突兀的戏剧场景。他甚至还维持着唇角那点若有似无的弧度，只是眼神深处的温度彻底降至冰点，如同寒潭深渊。他静静地站在门口，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，沉默地注视着医疗小组完成那冰冷而高效的操作。软管抽出，剧烈的干呕声撕扯着空气，少女瘫软在床上，如同被彻底抽干了最后一丝生气，只剩下泪水无声滑落和那如同淬毒匕首般钉在傅西周身上的目光。护士收拾器械，迅速而无声地退下，直到房间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和死寂，司一涵才仿佛刚回过神，目光平静地扫过脸色铁青的傅廷烨，失魂落魄的傅景年，蜷缩在角落戴着耳机的傅云霄，最后落在床上面如死灰的傅安然身上。看来他低沉悦耳的声音响起，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，仿佛事不关己的惋惜。傅小姐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令人担忧，语气从容，听不出半分刚才那瞬间的波澜。傅廷烨猛地抬头，不知何时司一涵的身影已经出现在门口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住司一涵，胸膛剧烈起伏，那属于傅氏掌舵人的最后一丝涵养几乎要被怒火焚毁。他几步走到司一涵面前，高大的身影带着巨大的压迫感，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和一种被窥见最不堪家丑的耻辱感而低沉嘶哑，每一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。司董未经允许随意进来，不妥吧？傅廷烨尽力克制怒火，维持着家主的形象，语气中带着指责。傅景年也像被点燃的炮仗，猛地冲过来，脸上泪痕未干，眼神却充满了被冒犯的愤怒和狼狈。姓司的，你他妈想看热闹吗？滚回你的地方看去，这里是傅家，不欢迎你。傅西周没有动，依旧站在傅安然不远处，他只是缓缓的、静静的目视着一切，那双鹰隼般冰冷的眼睛精准无比的锁定司一涵。他周身没有散发出暴怒的气焰，却有一种如同实质般的血腥杀意无声弥漫开来，将整个空间的温度都瞬间拉低。他没有说话，但那眼神里的警告和驱逐意味，比任何怒吼都更具威胁。角落里的傅云霄终于摘下了耳机，帽檐下那双空洞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，死死地盯着司一涵，手指在键盘边缘无意识地收紧，指尖泛白。面对傅家兄弟滔天的怒火和毫不掩饰的敌意，司一涵却只是优雅地整理了一下大衣袖口，唇角那抹弧度甚至加深了些许，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从容。傅总，景年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？他声音平稳，如同在谈论天气。张博说傅总在楼上，我不过是顺路过来打个招呼，顺便关心一下傅小姐的病情。毕竟他目光意有所指的再次扫过沙发上毫无生气的傅安然，傅小姐现在的样子实在让人于心不忍，于心不忍。傅廷烨怒极反笑，眼神锐利如刀。司董的心什么时候这么柔软了？傅廷烨语气带着讽刺，傅总，传言不可信，我又不是冷血动物，我的心也是很柔软的，尤其是看到一只可怜又惹人怜爱的小兽。司一涵目光落在傅安然身上，语气带着调侃，司董，注意你的言辞，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。他最后的警告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司一涵脸上的笑容淡去几分，眼神变得深邃难测。他没有立刻反驳傅廷烨的指责，也没有强行留下。他并非什么善男信女，恻隐之心这种奢侈品，他早已丢弃在通往权力巅峰的血路上。但眼前这个少女，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浓烈到极致的绝望和死气，以及被强行续命的屈辱感，像一面扭曲的镜子，隐约映照出一些他以为早已被彻底埋葬的、属于过去的模糊而冰冷的碎片。一个疯狂甚至有些不合逻辑的念头，突然在他精密如仪器的大脑中成型。情面，司一涵轻轻重复了一遍，声音低沉了几分，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。傅总，情面这种东西，我们之间或许不多，但他话锋一转，目光从傅安然身上移开，缓缓扫过眼前4个如临大敌的男人，眼神里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锐利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味。如果我说我能帮他开口吃饭呢？哥哥们对他恨之入骨。当女孩从高楼纵身一跃，终结了短暂的19年，
再次醒来，竟回到了14岁那年。老天为何要让他再经历一次这炼狱人生？但女孩不知，她的心声此刻正被哥哥们一字不落的听着。接上集，司一涵一句话让全场瞬间炸裂，这句话简直是平地惊雷。大哥傅廷烨脸上的暴怒瞬间凝固，满眼都是难以置信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用尽所有办法，妹妹依旧水米不进，他凭什么？紧接着，三哥傅景年更是像被雷劈中，失声尖叫，说什么你能让小然吃饭？开什么玩笑？你连他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，骗子！他一定是骗子，想利用小然。可是万一呢？万一他真的……傅景年的内心被矛盾撕扯。然而，二哥傅西周冰冷的眼神骤然波动，猛地射向司一涵，那眼神仿佛要将他彻底看穿。如果有别的办法，哪怕只有一丝微弱的可能，代价是什么？这是傅西周唯一的念头。就连角落里最冷静的四哥傅云霄都抬起头，死死盯住他。可大哥强压怒火，声音冰冷刺骨：“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妹妹不是你的谈判筹码。”谁知司一涵却只是从容一笑，目光再次投向床上那个绝望的女孩。他缓缓开口，声音带着令人心悸的沉重：“凭我和她是同一种。”绝望的滋味，我尝过。这句话瞬间让四个哥哥瞳孔地震。这还没完，司一涵再次抛出重磅炸弹。我不但能让他吃饭，还能让他接受治疗。但是他迎上4双或震惊，或怀疑，或警惕的目光，清晰地说出他的要求：让我单独和他待一会儿，半个小时，不需要你们在场，不需要任何监控。这下客厅的空气彻底凝固。不可能！傅廷烨想也不想，断然拒绝。司一涵，你休想！我绝不会让你单独接近小然。傅景年也瞬间炸毛，像护崽的猛兽。你想干什么？敢动小然一根手指头，我跟你拼命！下一秒，傅西周周身更是爆发出冰冷的杀意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“你敢越雷池一步，死！”可面对这滔天敌意，司一涵竟然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悲悯和嘲弄。然而，司一涵只是淡淡反问：“我能做什么？这可是在你们傅家。”下一秒，他锐利的目光扫过四人，一句话如同一把淬毒的刀，精准扎进他们最痛的心窝。在他眼里，你们和我没多少区别，不过都是用不同方式将他推向深渊的人。可司一涵内心同样掀起巨浪，因为他听见了女孩的心声，在他的记忆里，自己也曾是伤害他的一员。那个以前的他到底做了什么？他不再看他们变幻的脸色，转身优雅地朝门口走去。走到门口时，他脚步微顿，没有回头，只是留下最后一句：选择权在你们，是继续用管子维持这具行尸走肉，还是赌一个让他重新开口的可能？他发出一声极轻的意味不明的嗤笑，我只是突然觉得让这双漂亮的眼睛彻底熄灭有点可惜了。话音落下，司一涵的身影彻底消失，只留下4个男人被推到了悬崖边缘。傅廷烨脸色铁青，拳头捏得咯吱作响。赌吗？拿妹妹去赌一个外人的，可能？可不赌，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枯萎？傅景年更是失魂落魄，跌坐在地。是啊，一个陌生人或许真的能打破那层坚冰，这个念头让他遍体生寒。与此同时，傅西周依旧沉默，可盯着门口的眼神杀意沸腾，而傅云霄则在疯狂搜索司一涵过往的一切资料。赌还是不赌？这个魔鬼般的抉择让整个傅家陷入死寂。而另一边，司一涵靠在车后座，猛地闭上眼，可那个女孩被强行灌食的画面却在他脑海里疯狂回放。苍白的脸，干裂的唇，冰冷的软管，如同毒蛇探入喉咙。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，不是恐惧，是滔天的恨，是足以焚毁一切的屈辱。一声压抑的闷哼从他喉间溢出，司一涵猛地睁开眼，向来平静的眼底竟掠过一丝冰冷的烦躁。为什么这个女孩能如此强烈地搅动他早已冰封的死水？是那眼神里的绝望太过熟悉，还是那份被强行续命的屈辱捅开了他心底那扇尘封着无尽血腥的门？恍惚间，车窗外的光影开始扭曲，眼前的一切迅速褪色。紧接着，一幅更遥远、更血腥的画面猛然取代现实。那是6岁那年的冬夜，司家庄园的壁炉里火焰正旺，然而空气中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浓重血腥味。小小的他躲在窗帘后，死死捂住嘴，一双黑曜石般的眼睛瞪到极致，只剩下惊恐。他看见父亲倒在血泊里，昂贵的西装被鲜血浸透，心口插着一把匕首。他还看见母亲，那个温柔的母亲，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蝴蝶，伏在父亲身边，漂亮的白色睡裙被染成刺目的猩红。下一秒，几个平日里和蔼的书伴正用沾满血的手帕擦手，他们脸上是狰狞又贪婪的笑。大哥大嫂，别怪我们心狠，要怪就怪你们挡了大家的路。那个小崽子们，处理干净，别留后话。冰冷的话语钻进他的耳朵，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他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逃出去的，只记得拼命的跑，身后是索命的恶鬼。他不敢回头，只能朝着庄园深处那片漆黑的森林亡命狂奔。然后他被送进一个叫圣心福利院的地方，这个听起来充满希望的名字，却是比死亡更绝望的地狱。在这里，饥饿只是最微不足道的痛苦，发霉的黑面包，馊味的稀粥，永远不够果腹。可很快他就明白，这仅仅是开始。更恐怖的是禁闭室，一个位于地下室不足2平米的漆黑空间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扇厚重的铁门，空气污浊，时间失去意义，只有自己狂乱的心跳和濒死的呼吸。饥饿、寒冷、恐惧像蛆虫一样啃噬他的意志，他甚至开始出现幻觉，冰冷的墙壁变成父母惨死的尸体，而最深的黑暗隐藏在健康检查之后。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穿着昂贵衣服的陌生人来，他们以领养为名挑选孩子，而他就被挑中过。冰冷的听诊器贴在胸口，陌生男人审视的目光像在打量一件物品，甚至他还看到对方眼底那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。紧接着他被要求站上冰冷的体重秤，不仅如此，他被勒令脱掉上衣，露出瘦骨嶙峋布满新旧伤痕的脊背，那只手竟在他肋骨上肆意按压，像在评估一件货物的成色。一个冰冷的声音如同宣判：编号7，稀有血型，脏器健康，潜力值高，重点标记。那一刻他彻底明白，他不是人，他只是个标好价格等待收割的器官容器。瞬间，恐惧与恨意冻结了他全身血液。他死死盯着院长谄媚的脸，
死死盯着那个男人冷漠的眼，把他们深深烙印进骨髓。他要活下去，他要让这些人付出千百倍的代价。就这样，他在这地狱里又挣扎了整整2年，每一天都是煎熬。胃部习惯性痉挛，对黑暗病态的恐惧，对陌生男性的剧烈排斥，这些创伤深深刻入他的灵魂。直到一个暴风雨的深夜，他偷到一把餐刀，竟撬开了那扇从未被撬开过的锈蚀铁锁。他像一头凶狠的幼狼，带着滔天恨意，冲进狂风暴雨，逃离了这座名为圣心的人间地狱。然而，重回私家却没有港湾，只有更冰冷、更残酷的权力倾轧。杀害父母的仇人早已瓜分家产，视他为眼中钉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默默无闻的老花匠竟冒死收留了他。于是，白天他装成肮脏的傻孙子，忍受着仇人爪牙的肆意打骂，像一条最卑贱的野狗。可一到夜晚，他就在地下室疯狂吞噬所有知识，旧报纸、商业杂志、法律书籍。那个老花匠成了他黑暗中唯一的引路人。从此，他学会了隐忍，将恨意深埋；他学会了观察，寻找每个人的弱点；他更学会了利用，在仇人之间埋下猜忌的种子。福利院的折磨竟成了他最强的武器，对黑暗的恐惧成了他最好的掩护，对男性的排斥更扭曲成洞悉人性阴暗的利器。10年，整整10年。当他再次出现，已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孩童，而是一柄淬炼于地狱的复仇之剑。他抛出的证据足以将所有仇人送入地狱。肮脏交易、吃人福利院，一桩桩、一件件，掀起滔天巨浪。他没给任何人机会。主谋在监狱离奇自杀，死状竟和他父亲当年一模一样。帮凶被送进精神病院，在那里他们生不如死。而那些家族蛀虫被剥夺一切，沦为丧家之犬。但这还没完，还有那个院长。司意涵亲自去了一趟那个福利院就职，没人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，只知道几天后，城郊垃圾场发现一具被野狗啃噬的尸体，尸体旁是染血的神父袍碎片，还有一张泛黄的标签，刻然写着编号7。从此，鲜血洗刷过往，也重塑他。私家在他的掌控下，手段狠辣，雷厉风行。他建立起更庞大的商业帝国，也筑起一座隔绝所有温情的心墙。此刻，半山庄园的书房里，司意涵站在窗前，手握一杯烈酒。他的手指轻轻抚过锁骨下方，那里有一道狰狞的旧疤，那是院长留下的耻辱烙印。突然，一个称呼在他脑海浮现：小怪物。他冰冷低语：傅安然，你也是个小怪物吗？他的绝望，他的厌世，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他曾经沉沦的深渊。就在这时，敲门声响起，进来。助理无声走入，递上一个檀木盒子。总裁，您要的东西。司意涵打开，里面竟是一枚精致的银质怀表。可下一秒，助理的手机突然响起。片刻后，他重新回到司意涵身边。总裁，傅家那边有回复。司意涵把玩着怀表，头也不回，只听助理一字一句的汇报。傅家说，明日下午3点，半小时，无监控，仅此一次。司意涵的唇角缓缓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，他将怀表放回盒中，杯中烈酒一饮而尽。辛辣灼喉，却暖不了那颗冰封的心，因为他知道傅安然眼中的那片荒漠，那个从深渊爬出的小怪物，和他一样，带着危险而神秘的气息，而他要亲手将它点燃。哥哥们对他恨之入骨。当女孩从高楼纵身一跃，终结了短暂的19年，再次醒来，竟回到了14岁那年。老天为何要让她再经历一次这炼狱人生？但女孩不知，她的心声此刻正被哥哥们一字不落地听着。接上集，4个叱咤风云的哥哥，此刻却像4尊雕像，被死死钉在妹妹的房门外，空气紧绷如弓弦，弥漫着绝望和死寂。傅廷烨，傅氏的掌舵人，目光死死定住房门，狠厉的话语脱口而出：半小时。司意涵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若你敢伤他分毫，我傅廷烨倾尽傅氏，也要让你私家付出代价。傅景年则焦躁低吼，激进疯狂。司意涵，如果你敢动他一下，我就跟你拼了。而傅西周沉默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刃，全身肌肉绷到极致，冰冷的杀意让空气都凝固。至于四哥傅云霄，他蜷缩在墙角，指尖在键盘上无声颤抖，履行着承诺，亲手关闭了妹妹房中的监控。然而门外的滔天怒火却丝毫影响不到门内的男人。司意涵依旧平静如水，甚至面带微笑。下一秒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反手锁上了房门。咔嗒一声，这声轻响像一根针，狠狠刺入所有人的心脏。紧接着，他没有任何废话，声音冷硬如冰，直击床上那个身影。傅安然，他一字一句下达命令，把头抬起来，看着我。可是床上的女孩眼神空洞，毫无反应。就在这时，司意涵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，她不再说话，而是慢条斯理地从一个精致木盒里取出一只古董银质怀表。她修长的手指轻轻一挑，咔嗒一声，表盖弹开，瞬间滴答滴答滴答，清脆的机械声响彻死寂的房间，如同古老时钟的心跳。可司意涵的目光却根本没看怀表，而是死死锁在傅安然身上。他盯着床上毫无生气的身影，嘴角勾起一抹极致的嘲讽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就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幼鸟。话锋一转，他指尖轻扣怀表，语气冰冷刻薄：你那个为你车祸死掉的妈，要是知道他拼死护下的女，现在像滩烂泥一样等死，不知道会不会痛得从坟墓里爬出来。话音刚落，闭嘴！一声凄厉的尖叫猛然撕裂空气，床上的傅安然如同被诅咒击中，身体剧烈颤抖，猛地起身，那张苍白的脸瞬间扭曲，空洞的双眼被滔天恨意填满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的目光死死定在他手中的怀表上。妈妈的怀表怎么会在他手里？前世这只怀表是他坠入黑暗时唯一的浮木，是母亲留下的最后念想。可现在他竟然在这个恶魔手里被他如此轻慢的把玩。滔天的恨意瞬间冲垮他所有理智。还给我，把它还给我！
他像一头濒死的幼兽，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司一涵手中的怀表猛扑过去。可司一涵只是从容地将手臂高高举起，那只怀表就在他头顶，闪烁着冰冷诱人的光。傅安然扑了个空，身体重重栽倒在地，膝盖狠狠磕在地板上，发出沉闷的巨响。他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。下一秒，他挣扎着跪起，双手死死抓住司一涵的裤腿，用尽全力向上攀爬，泪水混合着屈辱和疯狂汹涌而出。给我，把它给我，那是妈妈的，是我的命，求求你还给我，求求你！司一涵居高临下，冰冷地看着脚下状若疯魔的少女，他眼底掠过一丝复杂，声音却残酷不容置疑，想要她。傅安然疯狂点头，眼神里只剩下乞求。就在这时，司一涵的目光突然落向桌上另一杯冒着热气的牛奶，他晃了晃手中的怀表，声音冰冷如刀，把它喝光，一滴不剩，喝光，它就是你的。喝牛奶。傅安然的胃瞬间一阵剧痛，光是闻到那股奶腥味就让他喉咙发紧，恶心到想吐。可是，一想到怀表，想到妈妈温柔的笑脸，那是他唯一的锚点，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。下一秒，他猛地松开手，尽手脚并用地爬向那杯牛奶。他颤抖着捧起杯子，浓郁的奶腥味直冲鼻腔，胃里瞬间翻江倒海。他猛地一声干呕，眼泪汹涌而出。就在这时，司一涵冰冷的声音响起：“不许吐！”这3个字像一道催命符。他死死盯着司一涵手中的怀表，疯狂的执念压倒一切。他猛地低下头，将牛奶狠狠灌进嘴里，咕咚咕咚，牛奶瞬间呛进气管。他咳得撕心裂肺，却只是胡乱抹掉眼泪和奶渍，继续硬生生往下吞。胃里的剧痛让他冷汗直流，强烈的恶心感一次次冲击喉咙。他却凭借着那股疯劲，硬是把一整杯牛奶全都喝光。哐当，空杯子从他手中滑落，他脱力的瘫倒在地，捂着胃蜷缩成一团，剧烈喘息。但他那双眼睛却死死的，充满渴望的，死死盯着司一涵手中的怀表。然而，司一涵缓缓蹲下，与他平视，他却猛地合上怀表，紧紧攥在手心，想要他。他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，就得听我的。傅安然的呼吸猛地一滞，只听他继续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：“这只怀表我暂时保管，想要看它，就用你的表现来换。”他伸出手指，轻佻地勾起他的下颚。7天，给我长胖5斤，做到就给你看10分钟。他晃了晃手中的怀表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。可要是做不到，你就永远别想再见到他。这话一出，傅安然的身体猛地一颤，是比死更深的恐惧。不行，我可以的，5斤，我能做到，求你别拿走它。恨意瞬间被屈辱和恐惧取代，他死死咬着唇，用力点头，泪水无声滑落。司一涵看着他这副被套上无形枷锁的模样，这才满意的站起身，转身离开。司一涵一出门，4个男人的目光瞬间聚焦，他却神色如常，甚至对着脸色铁青的4人微微颔首，径直离去。傅家兄弟没理他，直接潮水般涌进房间。然而，眼前的一幕让他们瞬间呆住。傅安然瘫在地上，身旁是空牛奶杯和泼洒的奶渍，他脸色惨白，浑身颤抖，狼狈不堪。可他那双眼睛，那双死寂的眼睛，此刻却亮得惊人，里面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、病态的生机。空气中是檀木冷香和酸腐气味的混合。傅安然瘫在狼藉中，身体因剧痛微微抽搐，那双眼睛却像鬼火般死死盯着门口。小然，傅锦年第一个扑跪在他身边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你怎么样？是不是姓司的欺负你了？”他手忙脚乱地想去擦他脸上的污渍，然而傅安然猛地挥开他的手，动作带着一股虚弱的狠劲。他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嘶哑着喉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：“我饿了。”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傅廷烨：“我要吃东西，吃很多东西，现在就要吃。”这话一出，4个人瞬间呆住，巨大的惊喜窜遍全身。傅锦年激动得语无伦次：“好，吃，快让佣人做吃的。”傅廷烨小心翼翼将妹妹扶回床上，立刻吩咐佣人准备清淡的食物。很快，热腾腾的吃食就端上来。傅锦年端起一碗粥，舀起一勺递到他嘴边：“小然，三哥喂你。”谁知傅安然看都没看一眼，目光死死锁定在那些食物上，像饿狼扑食。他猛地伸出手，一把抢过傅锦年手中的碗，滚烫的碗壁烫得他指尖一缩，他却浑然不觉。5斤，7天，5斤，体重必须增加5斤。怀表，妈妈的怀表。这几句心声让所有人瞬间震惊。下一秒，他顾不上疼，直接将碗口凑到嘴边，拼命往喉咙里灌。咕咚咕咚，滚烫的粥瞬间涌入口腔，烫得他舌头发麻。他根本来不及咀嚼，只是凭着一股蛮力疯狂往下咽。火烧火燎的剧痛从食道传来，胃部因骤然涌入的食物而剧烈抽搐。嗨，强烈的恶心感瞬间袭来，他猛地一弓身体，刚灌下去的热粥混合着胃液，眼看就要吐出来。下一秒，他呕了出来，胃里的东西如同喷泉般猛地喷出，溅在傅锦年昂贵的裤子上，一片狼藉。小然、傅廷烨和傅锦年同时惊呼，巨大的心疼瞬间取代震惊。可傅安然只是停顿一下，用手背狠狠抹掉嘴角的污，不够，还不够，吐了，重量就少了，不能吐，要吃更多。怀表，妈妈，停下！小然，你给我停下！傅锦年目眦欲裂，试图夺走他手里的碗，声音尖利变调：“你会把自己弄死的。”傅廷烨也冲上前，试图按住他疯狂灌食的手臂，然而傅安然像一头护食的幼兽，死死抓住食物，拼命挣扎。就在这混乱失控的顶点，一道鬼魅的身影闪过，是傅西周。他一手铁钳般扣住傅安然的双腕，另一只手快如闪电的探入他口中，不顾他的剧烈反抗，强硬的抠出他嘴里塞满的食物。强烈的恶心感和窒息感让他再次撕心裂肺的干呕，他被迫吐出所有食物，身体剧烈颤抖。接着，他抬起布满泪水和污渍的脸，那双疯狂的眼睛死死定在傅西周冰冷的脸上，眼神里的怨毒比任何一次都浓烈。又是你，傅西周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？为什么要阻止我？我恨你，我恨你！傅西周清晰听到每一个字，扣着他手腕的手指猛然收紧，冰冷的眼底风暴翻涌，却依旧面无表情。
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就在这时，嘟嘟清晰的敲门声响起，不疾不徐，卧室门被推开，司意涵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他平静地扫过房间内的一片狼藉，目光最后落在傅安然身上。他脸上没有任何惊讶，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只是当他看到傅安然嘴角残留的污渍时，平静的眼底掠过一丝冰冷的愠怒。看来他缓步走近，声音低沉悦耳，却带着刺骨的寒意。我们的契约，你理解的有些偏差。哥哥们对他恨之入骨。当女孩从高楼纵身一跃，终结了短暂的19年，再次醒来，竟回到了14岁那年。老天为何要让她再经历一次这炼狱人生？但女孩不知，她的心声此刻正被哥哥们一字不落的拼着。接上集，司意涵的身影消失在门后，一扇门隔开两个世界，门内是傅安然无声的绝望，门外是哥哥们压抑的惊涛骇浪。然而大哥靠在门框上，脸色铁青，拳头捏得发白。司意涵那句淬毒的威胁还在他耳边回响，在糟蹋自己，这辈子休想听到他的声音。那个怀表到底是什么？半小时，司意涵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竟能让行尸走肉的傅安然变成一个疯狂又乖巧的傀儡？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傅云霄猛然起身，他抱着从不离身的笔记本，镜片反射着悠悠蓝光，快步走向自己房间。房门反锁，下一秒，房间内屏幕亮起，瀑布般的数据流疯狂滚动，他的指尖在键盘上快到只剩残影，目标锁定傅安然卧室，隐藏音频源，信号分析，环境噪音异常，指向被动拾音，渗透路径，蓝牙协议漏洞，建立隐秘隧道，防火墙，瞬息瓦解，音频数据流捕获成功。紧接着，傅云霄端着电脑冲出房间，将声音调到最大，指尖重重落下，音频播放，一段清晰到令人心悸的对话瞬间炸响。先是司意涵冰冷的声音，如同地狱的低语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就像只笼中待死的幼鸟。接着是傅安然撕心裂肺的尖叫和扑抢，咣当，然后是司意涵恶魔般的契约，想要他用你的表现来换7天，体重必须增加5斤，做不到，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他一眼。最后是傅安然卑微到极致的无意，我听话，我好好吃，求求你给我怀表。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烧红的钢刀，狠狠捅进门外3个男人的心脏。嗡的一声，大哥大脑一片空白，高大的身躯猛地撞在墙上。怀表，那是母亲的遗物，被尘封的记忆轰然冲破堤坝，瞬间将他淹没。10年前，傅安然10岁生日，那个小小的身影，穿着旧睡裙，抱着空首饰盒，疯了一样在走廊奔跑。他哭得撕心裂肺，妈妈的怀表，妈妈的怀表不见了。他冲到傅廷烨书房门口，拼命拍门，傅廷烨，帮我找找妈妈的怀表，他丢了。可当时他正在开上亿美金的视频会议，只觉得烦躁不堪，对着管家冷冷甩下一句：要哭让他滚远点哭，别来烦我。傅安然又跑到三哥门前，三哥帮我找找好不好？可门内只有震耳的音乐和欢声笑语，他根本懒得理会。傅安然最后来到二哥房间，他刚从危险任务回来，正在处理枪伤。傅安然怯生生站在门口，满眼泪水，他却只是冷冷抬眼，我很累，别吵。砰的一声，他亲手关上了门，而四哥更是直接锁上房门，戴上耳机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。尘封的记忆如同冰冷的潮水，将4个哥哥彻底淹没。傅景年更是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他听着音频里傅安然卑微的求求你，巨大的愧疚让他瞬间窒息。他猛地蹲下，双手死死抱住头，发出痛苦的呜咽。一个被他刻意遗忘的片段猛然撞入脑海，是我弄丢的。那天我需要一件配饰，我想起傅安然有个老式怀表，然后我就溜进傅安然房间，拿走了怀表。拍完片弄丢了，我当时根本没当回事，我不知道那怀表是母亲的遗物。傅景年猛地抱住头，发出痛苦的嘶吼，是我偷走了他的念想，是我偷走了他的命。这个迟了10年的认知，像最恶毒的诅咒，将他钉在耻辱柱上。然而大哥痛苦地弯下腰，额头抵着冰冷的墙壁，是我们所有人害了他，是我们一步步把他推向了深渊。怀表是他对妈妈的思念，而我们却亲手掐灭了他最后的光。傅西周冰冷的表情终于出现裂痕，他猛地转头，目光如刀，狠狠刺向傅景年。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身边。然而更残酷的真相还在后面。傅云霄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打，调出了10年前的监控画面里，小小的女孩哭喊着敲打每一个哥哥的房门，最后她蜷缩在自己房门口的地毯上，哭到力竭睡着。而监控的角落清晰拍到傅景年鬼鬼祟祟从他房间溜出来，他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出来看他一眼。傅云霄的手指猛地僵住，真相一直都在，而他们都是视而不见的帮凶，都是杀死他的罪魁祸首。许久之后，大哥缓缓直起身子，眼神重新凝聚起坚毅与果决，那目光深处是被痛苦淬炼后的清醒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嘶哑却不容置疑，司意涵的做法是有效的。他停顿一下，仿佛在下一个艰难的决定。怀表在他手里，我们拿不回来，但是傅安然心里还有另一个念想，一个比怀表更深更痛的念想，他想妈妈。此话一出，傅景年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傅西周眉头死死锁紧，傅云霄敲击键盘的手也骤然停顿。从4岁车祸后，我们再也没带他去过父母的墓地。大哥的声音无比沉重，他以前是不是也求过我们？记忆碎片再次浮现，那个小女孩拉着傅景年的衣角，三哥带我去看爸爸妈妈，得到的是不耐烦的甩开。去什么去？晦气！他去找大哥，永远是没空。二哥直接无视，4个永远躲在房间，每一次祈求都换来更深的冷漠。司意涵用怀表锁住了他的现在，大哥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而决绝，我们就用他对妈妈的思念锁住他的未来。傅廷烨，你疯了！傅景年失声叫道，这跟司意涵有什么区别？哼！大哥惨笑一声，眼神里满是绝境的疯狂。他现在就不恨我们吗？司意涵的手段卑鄙，但至少让他活下来了。他猛地看向傅西周，你是想让他继续恨我，还是看着他死？傅西周紧抿着唇，冰冷的眼底，风暴激烈交锋，最终化为沉重的默认。傅景年看着傅廷烨的疯狂，傅西周的默认和傅云霄的沉默，彻底崩溃。他知道他们没有选择，这同样是毒药，却是唯一能续命的毒药。大哥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傅安然卧室的门。房间昏暗，傅安然蜷缩在床上，像一尊被抽走灵魂的瓷偶。大哥走到他面前蹲下，声音沙哑，安然，滚开！骗子！冰冷怨恨的心声像针一样刺进大哥心脏。
他强压哽咽，吐出那句残忍的话：“你想去看妈妈吗？”傅安然的身体猛地绷紧，瞳孔骤然收缩。去看妈妈，这个深埋心底的渴望被猝不及防的撕开。妈妈，我好想妈妈，可是没人在乎。目的在哪？我甚至都记不起来。听到他绝望的心声，大哥身子一震，他收起慌乱，声音不容置疑，也带着自我唾弃的冰冷。安然，只要你乖乖的按时吃饭，细嚼慢咽，配合治疗，不许再伤害自己，更不许自杀。只要你做到，我就带你去看父母。大哥的声音陡然转冷，眼神锐利如刀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我不会带你去，别人更不会。怎么做，你自己明白。这话如惊雷炸响，傅安然猛地从床上弹起，那双空洞的眼睛瞬间被怒火、屈辱和滔天恨意填满。你们，他的声音嘶哑颤抖，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，和司意涵一样卑鄙，一样无耻，用我对妈妈的思念威胁我。你们不配做哥哥，不配！他声嘶力竭的咆哮，眼泪汹涌而出。他以为司意涵是魔鬼，没想到他的亲哥哥们竟用他最深的思念给他套上了另一副枷锁。我恨你们，你们和司意涵一样，都是只会威胁的烂人，你们都会付出代价，你们会下地狱。恶毒的诅咒狠狠砸在每个人心上。大哥的心脏痛得无法呼吸，但他别无选择。为了让他活，哪怕活在恨意里，他痛苦地闭上眼。再睁开时，只剩冰冷的决绝。安然，你没有选择。他转身离开，背影苍凉孤寂。关上门的瞬间，他靠在墙上，用威严的声音下达死命令：张博，找最好的营养师，制定增重计划。傅景年，联系陈老，安排顶尖心理专家。傅西周、傅云霄，给我守好他，监控、监听，一个都不能漏。从此，傅安然成了别墅里一具行走的木偶。他按照精确到分钟的计划表，木讷地执行着指令。清晨，机械的吃饭，每一口都嚼够20下，眼神空洞，仿佛吞咽的不是食物，而是燃料。浴室里，佣人擦拭着他苍白瘦削的身体，像擦拭一件没有生命的瓷器。只有那眼底淬毒冰凌般的恨意，泄露着他濒临疯狂的灵魂。午后餐厅，巨大的长桌死寂一片。傅景年挤出僵硬的笑：安然，厨房做了你可能喜欢的。傅安然直接无视他，沉默地坐下，拿起银勺。他不再呕吐，不再疯狂，但这种乖顺比之前的疯狂更令人心冷。他像一个提线木偶，一举一动都透着被驯服后的麻木。为什么让我像宠物一样活着？恨司意涵的戏耍，恨傅庭业的驯服，恨傅西周的制止，恨傅景年的虚伪眼泪，恨傅云霄的旁观，无声的恨意让餐桌上所有人动作一僵。大哥收起沉痛，率先开口：安然，傅庭业给你约了心理医生，一会吃完饭我陪你去。听到心理医生，傅安然手中的动作停顿，空洞的眼睛瞬间被惊恐填满。不，我不去，我没有病。大哥看着他的抵触，心脏像被针扎，但他没有退让，抛出了另一个沉重的砝码：听话，安然，配合治疗。他顿了顿，声音近乎残忍：只要你乖乖看完医生，傅庭业就带你去看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4个字如巨石投入死水潭。傅安然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住大哥，那个他无数次哀求却从未得到回应的地方，如今竟成了又一个交易的筹码，又是交易，又是威胁。你够狠！滔天恨意瞬间席卷，他死死咬住下唇，尝到血腥味，才勉强压下恶毒的诅咒。身体因极致的愤怒剧烈颤抖，指甲深深抠进掌心。好，一个嘶哑的字眼从他颤抖的唇间吐出。大哥看着他被双重枷锁压碎的模样，心脏痛得无法呼吸。他知道他在用他最珍视的东西，亲手将他推向绝望，但为了让他活下去，他别无选择。心理诊疗过程如同漫长的酷刑，他要么沉默，要么冰冷敷衍。任何触及内心的问题都会引发他强烈的生理排斥。最终的诊断报告出来了：重度抑郁、严重自杀倾向、解离性障碍、创伤后应激障碍。王医生脸色凝重，情况比预想的更糟，常规疏导对他可能无效。傅景年脸色苍白，声音颤抖：那药呢？药有用吗？他现在看起来很听话。大哥接过报告，声音沉重：药只是辅助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但他的心已经冻透了，他不是疯病。傅西周突然开口，声音冰冷如铁：他是被我们还有那个姓司的用锁链捆住了手脚，他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念想。回到别墅，大哥拿着药和水递到他面前：安然，吃药。他看着那些药片，眼神空洞，默默地将苦涩的药片一颗颗吞下，每一次吞咽都像吞下枷锁和更深的恨意。吃下去，活着何必呢？好累，好痛苦，好想永远睡过去。可是爸爸妈妈还在等我，不能死，至少现在还不能。大哥听着他的心声，身体微颤，必须扼杀他轻生的想法。连续几天服药后，傅安然的状态更加麻木平静，但这种平静是暴风雨前的死寂。这天早餐后，他第一次主动开口，声音平淡无波，却带着令人心悸的执拗：药我吃了，医生我看了。他抬起头，空洞冰冷的眼睛直直看着大哥：现在带我去看爸爸妈妈，没有任何请求，只有要求兑现契约的决绝。大哥心脏猛地一沉，沉重点头：好，明天上午。书房里气氛凝重如冰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傅景年第一个跳起来反对，万一他情绪崩溃，或者趁机他不敢说出那个词，逃跑或者自杀。大哥疲惫地揉着眉心，这是答应他的，也是唯一能让他稍微过来的可能。他看向傅西周：安保交给你。傅西周声音冰冷而精准，如同布置一场军事行动，路线已规划，避开所有监控盲区，车辆3台，防弹级别，随行人员6名，精锐，墓园已清场，外围2公里布控，狙击点3个，全程不能离开视线，携带镇静剂，入园前必须蒙住他的眼。4D 屏蔽附近所有信号。傅景年听得脸色惨白，身体发抖，眼罩，镇定剂。傅西周，他是安然，不是你的任务目标，你这样和押送犯人有什么区别？傅西周缓缓转身，冰冷的视线定在他脸上，区别在于犯人想活，而他只想死。你有更好的办法，能保证他不在路上撞开车窗，或者一头撞死在墓碑上吗？傅景年张了张嘴，一个字也吐不出，颓然跌坐回椅子。大哥深吸一口气，做出决断，按计划执行，明天上午9点出发。傅景年，你留在家里。